只要过去指数的绩效非常的亮眼那就会吸引那种一般的散户投资人或是一些投资新手去投资这些 ETF。Hello， 大家好，我是不随手股市只真心分享价值的 Kevin。今天我要跟你分享的是2022年到现在为止，纯台股 ETF 当中呢，跌最惨的 Top 5 ETF。那他们到10月20号为止平均跌幅来到了负45%。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是要来找这些最惨的 ETF， 然后呢我们要来了解，它到底分散在哪些产业，适不适合我们现在抄底买入？那如果你是初次来到这频道的，这频道主要是分享台美股的投资知识。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台美股的投资知识，记得订阅并开小铃铛。我在这边每周分享有用的投资知识，相信对你非常有帮助。那如果你想要了解我的美股投资攻略的话呢，也可以追踪我的 IG。那我们马上开始。你知道吗？据台美的报道国安基金在今年的7月12号就取得了进场的授权，然后呢，截至了9月底为止总共57天砸下了112亿台币来进行护盘。尽管如此台股的大盘股价加权指数年初至今大概是18000点到现在为止只剩下12000点，还是下跌了30%。就连我们台湾的护国神山台积电在今年的10月12号也跌破了400块钱的价格今年呢也下跌了40%以上。那整个台股的下跌趋势并没有因为国安基金的进场就有反转的一个迹象。但是呢俗话说得好，危机就是转机，投资人呢就是要进行反人性的操作。在股市大崩盘的时候往往最高报酬的投资机会都会在这个时候浮现出来。各位知道吗？在2020年的时候疫情大爆发，那个时候原油的期货价格甚至来到了负值是非常的夸张。再去加上呢电动车那个时候也是非常的夯，所以呢导致了原油股没有人敢去碰。所以我那个时候呢就开始去寻找这个投资原油产业的一个投资机会。最终呢我找到了美股的一档 ETF， 它是投资美国的原油企业。那这档 ETF 呢叫做 XLE。然后我从那个时候的低点持有到现在为止它已经成长了200%以上，是我至今投资当中呢最赚钱的一笔投资之一那究竟这一轮台股的股市下跌当中呢，有哪些 ETF？哪些产业已经来到了非常便宜的价格？是不是出现了非常高报酬的投资机会？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富邦台湾科技指数 ETF 0052，它所追踪的指数是台湾资讯科技指数。那这档 ETF 呢，它的上市日期是在2006年的8月28号成立至今呢也有16年的时间咯。好，那持股种类的部分的话呢是30档股票。好，那近4季的股息殖利率高达了 11.59%，是非常的高好，它年初至今如果是不含息的绩效的话呢是负 39.1%。好，那如果你把股息呢再算进去的话呢是负 32.9%。产业分布的部分的话呢是 97.76% 的电子类股，然后呢 2.24% 的其他的一个资产好，那成分股的部分的话呢，第一名的话呢就是我们的台积电高达了 57.35%。好，接下来的话呢是鸿海、联发科、台达电跟联电的部分。中国信托特选小资高价30 ETF 00894，它所追踪的指数是台湾指数公司特选小资高价30指数。那它的上市日期是2021年的8月5号。那持股种类的部分的话呢是30只股票。那近4季的股息殖利率是 5.1%。好，那2022年至今10月20号为止的话呢不含息的报酬率是负 40.7%。好，那含息的报酬率的话呢是负 39.3%。那它的产业的部分的话呢，就主要是集中在半导体产业有 53%。接下来的话呢是电子零组件还有电脑及周边设备产业那它的成分股的部分的话呢是台积电高达了 24.43%， 然后再来是联发科 7.89%， 还有台达电 7.25%。 好，那接下来的话呢就是中租的控股还有大立光电。元大富贵50 ETF 006201，它所追踪的指数是富贵50指数，它的上市日期是2011年的1月12号，那就成立至今大概也就有11年的时间咯。好，那持股种类的部分的话呢是30只股票，那近4季的股息殖利率是 2.51%。好，那2022年至今的绩效不含息的部分的话呢是负 41.1%。好，那含息的部分的话呢也是负 41.1%。好，因为它今年是还没有配息的部分。
好，那它的产业分布的部分的话呢，资讯技术业是属于 76.5%， 接下来是医疗保健，然后呢再来就是日常消费品的部分。好，那它的成分股的部分的话呢，分别是元泰13.95%，然后环球金5.76%，然后力旺也是5.76%，接下来是中美金，还有世界，还有其他的部分。好，那这档 ETF 呢，是我们今天介绍的5档 ETF 当中唯一一个没有台积电的 ETF 哦。中国信托台湾 ESG 永续关键半导体 ETF 00891，那这档 ETF 呢，它所追踪的指数是 ICE-FactSet 台湾 ESG 永续关键半导体指数，它的上市日期的部分的话呢，是在2021年的5月20号，那成立至今的话呢，大概是1年半的时间。好，那它的持股种类的部分的话呢，是30只股票，那近4季的股息殖利率是来到了 5.41%， 那2022年至今的绩效不含息的部分的话呢，是负45.2%，含息的部分的话呢是负44.5%。那它的产业分布的部分的话呢，就是全部都是属于半导体包含 IC 设计、机体电路，还有封装测试等等的。好，那它的成分股的部分的话呢，是我们的台积电19.2%，联发科19.04%，联电的部分的话呢是11.68%，接下来的话呢就是日月光还有矽力捷的部分。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重头戏就是我们的台股 ETF 当中呢跌最惨的 ETF。那这档 ETF 就是我们的富邦台湾核心半导体 ETF 00892，它所追踪的指数是 ICE-FactSet 台湾核心半导体指数，它的上市日期是在2021年的6月2号，成立至今也大概是1年半的时间那持股种类的部分的话呢，是30只股票。那它近4季的股息殖利率是 3.34%。好，那2022年至今的绩效是负 48.4%。好，那这是不含息的部分。那含息的部分的话呢，是负 47.7%。下跌了非常非常的多几乎都已经腰斩的一个状况那它的产业的部分的话呢，当然就是半导体产业嘛，就是我们的一些电子类。那你比较值得注意的就是这档 ETF 它会下跌非常多，其实不意外因为上柜的公司呢，它是有包含在里面。那上柜公司相对于上市公司来讲，他们的财务状况当然就是相对的比较没有那么好所以他们的一个股价的波动性也会相对于上市的公司来讲是更加的剧烈。好，那它成分股的部分的话呢，是台积电 27.9%， 那联电的部分的话呢是 6.77%， 那接下来的话呢是瑞昱 6.05%， 然后联发科还有力积电的一个部分。好，那以上跟大家分享这5档2022年至今为止跌最惨的纯台股的 ETF。 那我跟大家分享3个我发现的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这些 ETF 他们都集中在半导体产业还有资讯科技业。好，那第二个就是这5档 ETF 当中呢，有4档 ETF 他们的成分股都包含了台积电、联发科、联电还有宏达电的部分。那这4家公司过去的绩效可谓是非常非常的亮眼。在2020年到2021年最差的就是我们的台积电它的绩效也成长了100%。然后甚至呢，这里面有一家公司，它的绩效甚至来到了300%跟400%的一个涨幅是非常非常的夸张的。好，那第3个重点就是这5档 ETF 当中呢，就有3档 ETF 是最近这1年才发行的 ETF。那上面这3个重点其实都指向一件事情，过去2年涨得越凶的 ETF 涨得越凶的成分股今年跌得越惨。其实各位可以去想想看基金公司会发行什么样的 ETF？它一定会发行那种非常夯的产业的 ETF， 就是过去这3到5年之间他们的报酬率非常非常高的一些产业，他们才会发行这类的 ETF。 你有看过哪些基金公司它所发行的 ETF 回测过去3到5年的数据然后他们的绩效是低于我们台股大盘的你应该不会看过这种 ETF 吧？因为只要过去指数的绩效非常非常的亮眼那就会吸引那种一般的散户投资人或是一些投资新手去投资这些 ETF。 因为我们一般的散户投资人都非常的喜欢去看过去的短期的绩效并且会在潜意识当中认为过去这些短期的绩效这么的好，如果我现在买进去的话呢，那我未来也可以获得相同的一个报酬所以基金公司呢就对症下药嘛，它只发行过去这3到5年绩效特别好的 ETF， 然后一发行出来呢，大家就认为说哇，这种 ETF 好像非常的不错，然后大家就跟着去抢买。
那你知道吗？这就会使原本已经高涨的股票，也就是它的股价已经没有到非常便宜的股票啊，它再上涨的更多，也就是呢持续累积它的股价的泡沫。那这类股票呢，在市场的情绪啊开始降温甚至呢周期开始发生反转的时候啊，往往都是跌得最深的各位可以想想看，5G ETF，电动车 ETF， 半导体 ETF， 是不是在过去这几年都非常的夯呢？那整个股市的周期啊，涨久必跌，跌久必涨，这个是一个亘古不变的道理哦。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5档 ETF， 他们过去这几年的绩效是如何哦。首先我们看一下00891跟00892，也就是我们的中信 ESG 永续半导体 ETF 跟我们的富邦台湾核心半导体 ETF， 这2档 ETF 他们过去这几年的绩效你可以看到这张图，绿色的部分的话呢，就是我们的美股的大盘那台股的大盘其实绩效比美股大盘还要稍微差那么一点所以我这边的话呢就只秀出美股的大盘。那红色的部分跟蓝色的部分就是我们的00891跟00892他们在还没上市之前他们的指数的绩效是如何，在过去这5年当中啊，是不是大幅的超越了美股的大盘？那基金公司呢，当然就喜欢拿这张图给投资人看嘛，他就说这家公司这档 ETF 是不是非常的不错，过去的绩效非常的亮眼。那大部分的投资人呢，看到了这个绩效之后呢，就会认为说我未来应该也可以获得这样的报酬，所以呢就开始买入这档 ETF， 那就导致这档 ETF 的价格就越来越高，到最后呢市场开始发生反转的时候呢，这档 ETF 就会跌得最惨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的跌得最惨的2档 ETF。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富邦台湾科技指数 ETF 0052，还有元大富贵50 ETF 006201。这2档 ETF 的话呢，他们2019年、2020年跟2021年他们的投资的绩效也是大幅的超越了我们的台股大盘但是呢，到今年的时候呢，他们的绩效大幅的落后于台股的大盘那再来就是中国信托特选小资高价30 ETF， 那这档 ETF 发行的时候也是跟大家讲说你看它过去5年的绩效非常的不错大家要投资结果呢，今年的话呢，它也是跌得最惨的 ETF 之一好，那我相信在荧幕前面的你应该有这个疑问那我们现在到底能不能买入这些 ETF？ 好，那接下来我就来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理解我会在这次股市下跌的时候呢，买进这类半导体产业的 ETF 因为投资呢要获利就是要反人性你要在没人敢买进的时候呢，勇于的买入，因为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买到最便宜的价格。那当大家呢开始去追逐夯股的时候呢，你就要逐步的卖出你自己手中的股票，这样子的话呢，你就可以卖到一个非常好的价格。当然以上的前提就是我们要使用短期不会使用到的资金去投资去抄底，因为我们不知道呢这个趋势到底会持续多久。好，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们台股的半导体产业大崩盘？好，那接下来呢，我会跟大家分享2个观点好，那第一个就是2022年至今美联储它逐步的提升它的基准利率，就会导致美元回流美国，然后呢台股持续的卖超。好，那台股呢2022年至今3大法人已经卖超过了1兆2900亿台币是非常非常的多。而且现在美国公债殖利率也持续的飙升，像是美国现在1年期的公债殖利率来到了 4.6%， 那台湾的1年期的公债殖利率呢则是 1.4%。 如果你是一个原本就会投资国际股市的投资人，你会选择哪一个债券来投资？那当然就是美债嘛，因为它提供1年 4.6% 的殖利率，而且呢你只要持有1年的时间几乎就是零风险的一个获利。那这个 4.6% 的殖利率是非常的高它比我们台湾的许多的股票它的殖利率都还要高，所以呢这个就会导致台湾的资金大幅的外流。好，那第2个重点就是半导体产业它今年受到了中美贸易战的影响可以说是订单锐减。我们就来看台积电就好了，台积电它今年的资本支出也大幅的削减了 10% 这是非常非常的多。那这凸显了全球半导体的产业正在逐步的降温，然后成长放缓的一个趋势好，那以上就是为什么我认为今年台股半导体产业会大幅下跌的主要原因。好，那如果你还想要知道今年所有纯台股 ETF 的绩效排行榜的话呢，我会将这个档案放在下方的留言栏欢迎大家免费的去索取好，那最后呢，我要进行一个 Q&A 的时间你觉得现在适合抄底这些半导体产业的 ETF 吗？1可以然后逐步的加码买进；2持续观望，等待时机进场；3持续定期定额的买入一切的涨跌都与我无关。
好，那第二题就是你想要知道如何投资美国公债吗？也就是1年领 4.6% 的利息。1. 想要， 2. 听看看好了啦， 3. 没有意见。如果你觉得我今天影片对你有价值的话呢，欢迎点个赞再走。那持续输出不易，那 Kevin 非常需要你的支持。好，那我是不随车股市只真心反价值 Kevin， 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00891，很大声这车一直跑来跑去，一直跑来跑去，